肖战白玉兰没拿奖，但这一晚他真的不算输。第31届白玉兰奖刚刚落幕，很多人第一时间盯着的不只是奖杯最终花落谁家，还有肖战这一晚的状态。说实话，肖战这次没拿到最佳男主角，粉丝难免会有遗憾，这很正常。毕竟谁不希望自己喜欢的演员一路冲到最后？尤其是这次，他是凭《藏海传》里的藏海首次提名白玉兰最佳男主角，第一次站上这个赛道，就和胡歌、于和伟、白宇、郭京飞这样的实力派演员同台竞争，这个局面本身就已经很神仙打架了。所以这件事不能只看最后有没有拿奖，奖杯当然重要，但提名同样不是随便来的。白玉兰这个舞台能进来，就说明作品和表演已经被看见了。肖战这一晚真正让人讨论的地方，也不只是没获奖3个字，而是他从红毯到内场，从状态到社交，从作品储备到演员姿态，都给外界留下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，他不是来打卡的，他是真的在演员这条路上往前走。先说红毯，这一次肖战亮相白玉兰红毯，整体状态非常稳，一身黑色缎面西装，搭配高级珠宝，没有太多花哨设计，但整个人站在那里就很抓眼。怎么说呢？不是那种用力过猛的我要艳压全场，而是一种很松弛、很沉稳的状态。有些明星走红毯是造型先到，人后到，但肖战这次给人的感觉是人和造型是合在一起的。黑色西装把他的身形线条拉得很干净，妆发也没有抢戏，镜头扫过去，整个人是利落的、挺拔的，也有一点角色滤镜还没完全散掉的感觉，这就很妙。因为《藏海传》里的藏海本身就是一个心思深、背负重、情绪不外露的人物，肖战这次在红毯上的气质，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这个角色给观众留下的印象，不吵、不闹、不浮夸，但你会忍不住多看2眼。很多媒体镜头里，他面对采访时也很清醒，谈到《藏海传》，谈到角色准备，谈到拍摄中印象深刻的场面，他不是那种只说漂亮话的回答，而是能让人感觉到他真的在角色里下过功夫。比如提前梳理人物关系，反复打磨情绪转换，尤其是断龙石这种大场面，演员如果只靠外形和气氛是撑不住的。那种戏难就难在情绪不能空喊，也不能演得太满。藏海这个人物身上有压抑，有算计，有痛感，还有一种多年积累下来的命运感。演轻了观众不信，演重了又容易显得用力。所以肖战能凭这个角色入围白玉兰，本身就说明他的表演至少完成了一个重要跨步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颁奖礼现场，肖战几乎一直处在镜头焦点里，这就很现实了。顶流出现在行业场合，镜头不会放过他，但镜头愿意一直给，也说明他确实有话题。进入内场之后，他和导演郑晓龙热聊的画面被拍到，和曹艺文交谈的片段也被不同角度记录下来。落座前后一路和人打招呼，整个状态很自然，没有端着，也没有刻意营业，这点其实挺重要的。以前很多人讨论肖战，总喜欢把话题往流量2个字上拉，好像只要一个演员有流量，他在行业场合里的一举一动就都要被放大解读。但这一次白玉兰那场，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紧绷的流量明星，而是一个能和导演、同行正常交流，能融入现场氛围，也能稳稳坐在演员席上的肖战。这份松弛感比很多刻意展示出来的成熟更有说服力。还有一个很出圈的画面，是他和杨紫的同场，两人因为余生请多指教被很多观众熟悉，这次又同在白玉兰提名场合出现，还被安排在相近位置。时隔多年，2个人同时被 Q 到名字时的反应，自然引发了不少网友讨论。这种讨论其实很正常，观众对一部剧有记忆，对一对荧幕搭档有情怀，当他们在新的行业场合再次同框，大家会感慨，也会考古，这就是剧集长尾效应的一部分。尤其是余生，请多指教播出后留下了不少观众缘，如今再看2位主演都在各自赛道继续往前走，也有一种原来大家都在变好的感觉。不过这次真正值得聊的，不是所谓 CP 感，而是演员职业路径的变化。
杨紫凭作品入围，肖战也凭作品入围。以前大家讨论他们，可能更多是在讨论热度、话题、搭档感，现在再次同场，讨论的重点已经变成了作品、角色、提名和奖项。这种变化对演员来说其实很关键。再看肖战和胡歌、白宇等演员同框握手的画面，也被不少网友评价含金量满满。这句话虽然带点粉圈味，但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胡歌、于和伟、郭京飞、白宇这几位都有非常成熟的表演履历，也都有自己的代表角色。肖战第一次进入这个赛道，就和他们摆在同一张提名名单里，这对他来说既是压力，也是认可。很多人说首提及中概率本来就不高，这话虽然朴素，但确实是事实。白玉兰最佳男主角这种奖项，不是单看热度，也不是单看数据，更不是谁粉丝多谁就一定拿。他考量的是作品类型、角色完成度、表演厚度、行业评价以及评审当下的选择。肖战没拿奖，不等于他演得不好；肖战提名了，也不等于他已经到达终点。这两件事都要分开看。对粉丝来说，当然会失落，尤其是一路追着《藏海传》看过来的观众，会真心替藏海遗憾。毕竟这个角色不是一个轻松讨喜的人设，他身上有太多隐忍和负重，也有很多需要观众慢慢咂摸的地方。肖战为了这个角色交出的表演，确实让很多人看到了他和过去不一样的一面。所以奖项揭晓后，粉丝喊明年还来提名及认可，其实是一种很真实的情绪出口。有人安慰说，首提已经很好了，他还年轻，后面机会很多。这话听起来像安慰，但也不是空话。肖战到现在34岁，放在演员行业里，这个年龄并不晚，甚至可以说正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，有流量基础，有观众认知，也开始有更成熟、更复杂的角色找上门。但同时，他也确实到了需要持续用作品说话的时候。娱乐圈很现实，热度可以让你被看见一次、两次，但想长久留下来，最终还是要靠角色。肖战从《陈情令》之后走到现在，经历过爆红，也经历过争议，更经历过外界对流量演员的各种审视。如今他能凭《藏海传》站上白玉兰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，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很明确的阶段性反馈，演员肖战正在被更多行业语境讨论，这比单纯上热搜更重要。还有一个高赞观点说的挺准，这次奖项出来之后，无论粉丝、路人还是黑粉，真正围绕他演技本身进行大规模否定的声音并不多。大家有遗憾，有争论，有情绪，但很少有人能直接一句话把藏海这个角色的完成度推翻。这其实就是进步。对一个非科班出身，从偶像组合转型到演员赛道的人来说，最难的不是一开始被喜欢，而是后来被认真讨论。被认真讨论意味着观众开始用演员标准看你，而不是只用流量标签定义你。当然，肖战也不能因为一次提名就万事大吉，越是站到这样的舞台上，后面的要求只会更高。观众会期待他下一部作品更稳，业内会看他能不能继续拿出有分量的角色，粉丝也会希望他别停在差一点的遗憾里。但从这次白玉兰来看，肖战的状态是积极的。工作室在颁奖礼期间发出的文字也很有意思，一句春天的故事，夏天的延续，又见面了藏海，像是在把角色重新拉回观众视线里。另一句以专注致意匠心，寻光而至，则更像是对这次提名的总结。没有卖惨，没有过度煽情，也没有把遗憾包装成委屈，就是一种很平静的态度，来过，见过，被看见过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这份体面挺加分的。说白了，白玉兰这一晚对肖战来说不是输了，更像是正式入局。以前外界评价他，常常绕不开流量、粉丝、热搜、商业价值。可这一次，他被放进最佳男主角的讨论里，和一批实力派演员共同竞争。哪怕最后奖杯没有落到他手里，他也已经完成了一次身份变化，从被围观的顶流到被审视的演员。这一步很难，但也很关键。而且从作品储备来看，肖战后面还有继续往前冲的空间。一个演员真正的底气，
不是某一次红毯多出圈，也不是某一次热搜多热闹，而是下一部作品还能不能接得住观众的期待。《藏海传》让大家看到了他在古装权谋剧里的可塑性，也让不少观众重新讨论他的台词、眼神、情绪层次和人物塑造。接下来，如果他能继续选择有挑战、有厚度、有表达空间的角色，那么这次白玉兰提名就不会只是一次热闹，而会变成他演员路上的一个节点。有些遗憾，短期看是没拿奖，长期看可能是下一次爆发前的铺垫。粉丝当然可以难过一下，毕竟追星不是做数据报表，喜欢一个人就是会有情绪，但难过之后也没必要把这件事看得太沉重。奖项是一次结果，角色是长期留存。奖杯属于某一晚，沧海留在观众记忆里，这才是演员最珍贵的东西。说句很实在的话，娱乐圈从来不缺红毯美图，也不缺热搜名场面，但真正能让人反复提起的，永远还是角色。肖战这次最大的收获，不是差一点拿奖的遗憾，而是他终于凭一个角色进入了更严肃的演员评价体系，这比一时的输赢更重要。所以别急着替他下结论。第31届白玉兰结束了，但肖战的演员路没有结束。首次提名未能获奖，确实遗憾，可红毯状态在线，那场社交自然，作品讨论度还在，观众对藏海的记忆也还在。这一晚，他没有把奖杯带回去，但把演员肖战4个字又往前推了一步。山高路远，来日方长。藏海已经被看见，肖战也还在路上。下一次继续见。